跟圣诞老人会面就差不多不到2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花了80欧。嗨，我是Eva，现在我在赫尔辛基车站。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准备来搭这个卧铺列车，它其实就是北极星列车的原型。那我们就是要搭这个到罗米尼瓦，那它总共搭乘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那我们是搭7点半的出发，然后明天早上7点20就会抵达。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有一点兴奋，因为其实所有人都是来这边等火车，要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感觉。我们这一次订的是下铺的卧铺，那这台车总共分成上下层，上层的卧铺是有包含淋浴，那下层是没有。这一次呢，就是我有先准备了一些小东西，就是像过夜包，就是牙刷什么的，我就先从行李箱拿出来放在袋子里。因为虽然说就是它底下是可以开行李箱，但感觉很小，所以我就先准备好。而且我还有另外准备晕车药，就虽然我看了很多资讯，大家都说这是超级稳，每一个人都说好像很好睡，但是有一天我就在网络上看到另外一篇不一样的声音，他就说不要被大家骗，所以呢我就还是准备晕车药。那等我做完，我再告诉大家这个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就准备来搭上我们的卧铺列车，前往圣诞老人村。我们现在列车已经来了，我现在经过的这个就是餐厅的部分。我手要断掉了，因为这地上都是雪，我的妈呀！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29车厢，有个远的。它里面就是有一瓶水，上铺有安全带，这是我们的 key。现在呢，我们就是很迅速的来介绍一下房间，差不多1个人可以通过，然后2个人可以侧身的位置。它这边有附的，就是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什么的。然后它底下这个其实蛮高的，像我的30寸行李箱就是塞进去，然后它可以塞2个。这边就是可以调温度的，我觉得现在很热。好像差不多介绍完毕，就这样，你就等着发车喽。经过了12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罗米尼瓦。其实一下车站就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有很多计程车在排班。那昨天一上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前几站的时候它开的其实蛮慢的，所以我就有吃了晕车药，然后我就躺着下就昏迷了。整趟旅程中其实就只有当列车长刹车的时候才会有 feel， 它整个车速起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稳的，蛮特别的体验。那我们现在就先出发去圣诞村。现在我已经到了圣诞老人村里面，在我有没有看到这个雪白的搭配这个灯光，有没有很圣诞节的感觉？那我们刚刚先去寄放了行李，行李箱是5欧，在资讯中心。那我们现在先去寻找圣诞老人吧。我们现在要先走这个圣诞老人的办公室，这是个迷幻舞台。哇，到处都是礼物哎！再看看，这是礼物，好赞！感觉排了超多人哎。现在呢，就是在排这个圣诞老人。进来的时候，那个小精灵就会问你要不要这个袋子，给你装外套。里面真的是蛮热的，很需要脱外套。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等待中。我们现在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然后这个墙上就是有放了很多圣诞老人跟名人的照片，可以好认不出来。哦，有啦，那个脱口秀的，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快要到圣诞老人的地方，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抉择一下要买什么样的照片组，因为它有电子档跟这个实体相片，实体相片就是会有精美的封套，我现在有点犹豫。
因为觉得拿实体封套比较有 feel，就是你结束然后就直接拿到，感觉很赞。但电子档就是你可以下载之后就是永久保存，就是很不一样。现在我排了40分钟，下一组就是我。那等一下进去是不能拍照摄影，就是都是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负责拍照。千里迢迢的从台北来到了芬兰这个北纬66度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就要去看圣诞老人喽。好，and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And let us have a big fun one also right. Of course I'm real, I'm not plastic, no. I wish you a wonderful, wonderful time in Lapland. Enjoy, have a lot of fun. Remember to play your lot in the snow, that's something you can't do in Taipei. Yeah. But are you going to be back in Taiwan for Christmas or... You're alright. Then Sunday night I will just see you there. Alright. Merry Christmas to you. Merry Christmas, thank you. Alright, so bye bye. 现在呢，我就是看完圣诞老人。那我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已经有管制，我大概排了40分钟，跟圣诞老人相见大概2分钟差不多。那他在里面就是你可以跟圣诞老人简单寒暄，然后就是帮你拍照。那出来讲完之后，就可以买这个套组。它有2种，第一个组合是只有纯照片加精美封套的，这个是35欧元。然后另外一个是电子档加影片，就从你踏进去开始跟圣诞老人互动那一刻的电子档，这样是50欧。然后整个包套的话是80欧。脑波很弱的我就选了80欧，因为我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有点激动，就是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先问你从哪来，然后我就说哦，我跟他从台湾来，他就说哇，你从很远的地方来。换我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紧张，对。然后看到圣诞老人的时候，我就跟圣诞老人说哇，你是真的耶？他就说我当然是真的啊。我们的对话超前。对，但是他圣诞老人就问我说，就是有没有要回去过节？因为再过5天就是圣诞节了。然后后面他就讲了一串，其实我已经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就是跟圣诞老人拥抱，觉得开心。圣诞老人感觉就是抱起来很温暖呢，而且我就这样靠着他，他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总之，大家记得要先来拍圣诞老人。另外一个在后面那边其实也有一个是圣诞老人，那个是好像是度假村他们的。那后面的这个哦，记得要是这个，就在资讯中心的对面就是这个。那现在看完圣诞老人之后，我们先来一个工商时间。这一次呢，我们来北欧的时候就是有网卡的赞助，是我们祥益通讯赞助的。那他是赞助我他们欧洲 Origin Holidays 经典卡12G 加30分钟国际通话。那我在挪威、瑞典跟芬兰使用起来都超级快速的，而且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祥益通讯的。我们现在就立马来测速给大家看，我觉得整体用起来都超级顺。那像我们在坐卧铺列车的时候，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是在测速中，非常的跑得很快，有没有？感觉很厉害。现在是710 ms， 这个跑超快的。下载是729 ms， 然后上传是50 ms， 差不多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测速，在北纬66度测，网络还是一样超快。那我现在用了10天，大概用了20G 左右，我几乎都没有在用饭店的网络，因为这个网卡就很快。加上我有时候远端都是直接连这个网卡，速度非常的快。如果大家要去北欧或者加拿大的话，就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祥益通讯的网卡。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就点我们下面的连结。现在呢，我就是在这个圣诞村里面晃晃，然后像刚刚我们后面这边这一个看到这个就是他在写每一个国家距离这边多远，像台北的话就是7800公里。我们现在是在北极圈里面，这边这个大家都会来这边拍照，就是你踏过这条线就是到北纬66度，在这里有线，而且它这边有一个直播的摄影机，我们下来挥手一下，这里，大家就会在这边挥手。像旁边这边就会写，我们这边现在是-8度，真的是超级冷，-8度不宜在外面太久。还有一个大雪人，然后旁边是大圣诞树，这里真的是很梦幻。来到这边的话，就是还可以去报名一些那个麋鹿的活动，它那边有一个高塔，
就是报名的地方，然后还有可以去找圣诞老奶奶的家。圣诞老奶奶的家好像要付钱，圣诞老公公可是很热门的。现在我们就要去做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写我的明信片。我现在就是在邮局这边买明信片，然后付钱的时候就顺便买邮票，这个邮票超级可爱，涨价。大家记得要保留一点时间，因为这边其实人还蛮多的。那我们现在就找个位置来写明信片吧。我就是完成了我的明信片的，然后在我后面这边，这里就是大家寄给圣诞老人的信，它官网上有地址，就可以写信给圣诞老人，然后他就会放在这里，有世界各地来的信。那现在我就是把我的信拿去邮筒投一投。那它的邮筒呢，就是有分2个，一个是好像是圣诞节当天会进出，然后一个是就是现在就会进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投的，来吧，去了。好的，然后像看这边就是这个就是2024 Christmas 的，像它这个已经封起来不能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家等收明信片。那附近其实还有一些商店就可以逛。那我们在这边停留的是大概是3个半小时，然后排圣诞老人就花了40分钟，所以如果说要来的话，记得可以多留一点时间。那我们从市区坐到这边是28欧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圣诞村的影片哦。那如果喜欢这次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赞，还有关注我的 IG， 订阅我们的 YouTube。那今天就这样喽，拜拜。